善良的人从来不会变坏，但是会变得无情。哪怕有一天你要跳楼以死相逼，我先跳了啊！我真跳啊！李明轩，你别过来啊！我真往下跳了啊！我可就差一步了啊！你别再往前走了！你停！别动了，你再往后退，假戏就做成真的了。没有人能想到一场自杀闹剧会因为一个刚入职女人的出现而发生戏剧性的反转，更没有人想到这个女人肩膀上挑着常人无法企及的仇恨。她本是钱学森口中的聪明人，14岁就通关了微积分，凭借惊人的数学天赋，饶宇慈26岁那年就打败了99.99%的年轻人。他创建的初夏商业调查公司开业仅2个月，就拿下100万级别的商业订单，这匹出道就令所有人同行啧舌的黑马，能用数字准确算出回报率和潜在风险，却始终算不出简单而阴暗的人心。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眼前的岁月静好，前途光明，居然是闺蜜白亮亮一手编织出来的美梦。为了将这个天才困于手掌之间为己所用，白亮亮先是让自己的富二代男朋友柏木然成为饶宇慈的男朋友，毕业后为了避嫌又拉着生性懦弱的李明轩创业。自此之后，两对男女不仅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还成了共同进退的商业伙伴。可谁都没想到，饶宇慈这台行走的超级计算机出道即巅峰，凭借刁钻的逻辑和缜密的计算，不但在短时间内就拿下了好几个100万级大订单，还引起了行业大佬利森资本的注意。而利森资本掌舵人蒋东朝对初夏商业调查公司的收购意向，直接成了天才少女饶宇慈最后的催命符。白亮亮为了彻底鸠占鹊巢，长期在饶宇慈的咖啡里掺放精神类药物，最终导致她出现幻觉，误伤自己的母亲。而那张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断书，彻底断送了这个天才少女的大好前程。也就是在这一刻，饶宇慈才明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宇慈，我要给你看样东西，这是你的男朋友柏木然。你的初恋男朋友和你在一起之前，早就喜欢我了。如果不是为了利用你那点天才，他怎么能看上你啊？他不但讽刺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人真的很好骗，还说出了另一个惊天噩耗。初夏，我们成功的卖给了利森集团，给了我们好大一笔钱，还让我坐上了投资总监的位置。这个位置本来该属于你的。1分钟那天，她的2次让饶宇慈彻底疯狂。她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和闺蜜厮打在一起，却被及时赶来的医护人员强行按在地上，而这也正是白亮亮想要看到的结果。她深知这份假病力不能困住饶宇慈太久，所以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彻底摧毁饶宇慈的精神世界。男友和闺蜜的背叛让李明轩成为饶宇慈唯一翻盘的可能，但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个曾经无数次接受自己帮助的男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冷眼旁观。我们是朋友，我没有病，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你是最支持我的。你生病了，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白亮亮策划出来的，我真的没有病。你要是没病的话，你为什么会伤害你妈妈？白亮亮本以为被李明轩毒死，最后出路的饶宇慈会从此甘心在黑暗中沉沦，可他万万没想到，经历接连致命打击与刺激的饶宇慈，精神不但没有崩溃，还变成耀眼的浴火凤凰。在精神病院3年的时间里，饶宇慈开始搜集关于利森集团的所有信息，从财务报表到人事任命，再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入场的契机。要想对白亮亮下手，我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利森集团的突破口，而利森集团的君、臣、父、子这几个人当中，最容易被击溃的就是厉强。2天后，富二代坠楼的消息宛如一枚炸弹，震惊整个金融圈。但厉强死亡最严重的影响是彻底激化了蒋东朝与厉婉成之间的矛盾。20年前，厉婉成创建利森，可利森却是在蒋东朝的经营下发展壮大，直到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成为行业内翘楚。千亿总裁与金牌打工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厉婉成本想鸟尽弓藏，却不成想蒋东朝的势力在集团内部已经发展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为了遏制逐渐失控的权力，厉婉成认了2个干儿子，并把他们安插到集团重要部门。而厉强的任务就是监控集团内部的家族基金，可他天生好赌，不但败光了积蓄，还为了翻盘挪用了10几亿的家族基金。面对这个再也补不上的窟窿，他只能用粉身碎骨赎罪。我儿子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利森难道不应该有人对此负责？我倒是听说过一件事，蒋东朝
单独约过厉强，就在他死之前。白小姐很聪明啊。我的选择很清晰，一直都是厉森和厉先生。没有人知道白晶晶是一头看似忠诚的野狼。5年前，她用饶雨慈的能力成功扣开厉森集团的大门，所有人都认为这头身居高位的狼会安分守己。可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白亮亮想用厉强的死彻底激化厉婉成和蒋东潮的矛盾，从而达到取代蒋东潮的目的。第二天暴跌的厉森股票成为蒋东潮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而这也成为饶雨慈出手的最佳时机。送您一份礼物。凯利公司赌场上那一套。华尔街不曾经也是蒋先生的赌场吗？蒋东潮虽然没能阻止丑闻带来的股价下跌，却利用凯利公式在大宗期货的交易中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财富神话。而面对这个巨大的成功，公司内外早已经忘掉了股票上损失的几十亿。你去观景台替我见一个人，我要这个人见厉森。是。白亮亮虽然表面上毫无波澜，可心里早已掀起汹涌澎湃的敌意。他想象不到究竟是何方神圣能让蒋东潮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破局，他更想象不到这是一种怎样的雷霆手段。可把笑里藏刀当做座右铭的白亮亮，还是面带微笑且恭敬地出现在观景台上。您好，我是厉森的 VP， 投资一部的负责人白亮亮，欢迎您加入厉森。亲爱的，好久不见。听见某个人的声音，就会感到一种浑身颤抖的毛骨悚然。饶雨慈，一种让汗毛倒立的恐惧和愤怒像高压电一般袭遍全身。可他转过头的瞬间，又看到另一张让人无比恶心的脸蛋，一幅幅充满艺术氛围的光腚照片立刻浮现在饶雨慈的眼前。还不等他从过去的悲伤中缓过来，百慕然已经走到他的身边，看到饶雨慈满眼惊恐、手足无措的样子，百慕然开始了更具有羞辱性的嘲讽。他赞美饶雨慈天才一般的脑子，却嘲笑他白痴一样的善良。他回味着一个女孩对于初恋的执着和纯真，可眼睛里却写满了不屑。饶雨慈将咖啡泼了他满脸，然后在颤抖中愤然离去。百慕然傲娇地以为自己那该死的魅力给这个女人留下了无法修复的创伤，却始终没有意识到，比起伤痛，让饶雨慈颤抖更多的原因是蛰伏3年之久的猎人看见猎物时的兴奋。可即便他是一个准备了3年之久的猎人，饶雨慈仍旧不了解禽兽的行为根本不被任何底线所约束。第二天，白亮亮就把他在新康疗养中心的病历发给了主管人力资源的任总监。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开始在公司的各个工作群里疯传，一夜之间曾经力挽狂澜的天才就被打上了疯子的标签。但白亮亮这种过激举动却遭到百慕然的怀疑。白亮亮想用舆论和愤怒再一次把饶雨慈逼疯，而整件事的形势也在向他预料的方向发展。饶雨慈的曾经不但在公司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防备。公司最近都传开了，说你之前在一家心理指导中心住了很久。你可以问得更直接一点。那我就问得直接一点，你危险吗？那你觉得谁不危险？这倒也是。2年前，于沛东刚要坐上投资一部负责人的宝座，就被人举报，结果最后被调进了谁都不看好的3部。于沛东知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白亮亮，可理智告诉他，眼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避其锋芒。与其和风头正盛的白亮亮鱼死网破，不如暂时隐忍谋定而后动。而这也就是饶雨慈当初选择3部的原因之一。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并且没有明显的利益分歧。他深知表面上和谐向上的厉森集团，其实对一颗火星的敏感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厉婉成的卧榻之处有蒋东潮安睡，下面的于沛东一直等待对白亮亮的复仇时刻。这个对名利有着无限欲望的女人，也正在谋划除掉自己的老大，取而代之。而饶雨慈愿意当引爆火药桶的星星之火。